各位好，频道的订阅数量超过100了啊！虽然是 YouTube 上面属于小的不能再小的啊，垫底儿级别的，但是呢，我还是想录一个视频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频道的想法和一些心得感悟吧。那也是真诚的要感谢一下最初支持和订阅我这个频道的100多位观众。在所有的分享开始之前呢，我自作主张为这个胡友平女士静音5秒钟啊，感谢各位的理解。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去聊一下我做这个频道的想法啊。我之前在 Apple 工作有10几年的经历啊，大家也都之前看我节目也都知道了。那在 Apple Store 主要的工作呢，也是做这个我的职位叫 Creative 啊。那如果了解 Apple Store 的话，在我离开 Apple 的时候，它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主持 Today at Apple 的课程。那么，有点类似于培训，但其实我个人并不认为是一个培训啊。这个东西很难定义。以后如果我开这个Apple Store 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再给各位详细的聊这一块儿。那我离开 Apple 之后，想要去做这个频道，其实刚一开始有点摸不到头脑的。所以你可以看我前期的几期节目，其实是顺着当时这个工作的轨迹啊，就是想把 iPhone 给讲清楚。那最初的我的频道的这个10几位订阅者啊，除了家人以外，其实65岁以上的年龄占到了将近40%。所以大家也会看到，当时我讲的一些内容呢，应该让年轻人看来会有点啰嗦啊，但是凭我的工作经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如果真的是初学者，我不说年龄啊，哪怕你是任何年龄段，但凡是初学者，刚刚接触到这个行业，那其实可能你还未必能全听得懂啊，但是呢，随着频道的订阅量的逐步的增长，目前为止，我的观众订阅年龄占70%往上啊，都是这个24到应该到45岁吧啊，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跟我年龄相仿。我在我的订阅的观众当中属于中等偏上的年龄。那如果是跟着我这个频道从头看过来的话，你也会发现，我这个讲授的内容啊，还有风格会有一些的变化啊。这也就是我这个副标题上也写了啊，我个人的频道属于我，也属于观众。就是其实这个频道聊些什么，怎么走，有一半是由我的观众们啊，就是我的订阅者，以及没订阅，只是来留言，或者你只是看了几遍啊，大家一起来去决定这个频道的走向。那我在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也分享，从这个追名逐利啊，什么叫追名逐利呢？就是蹭热点呐，希望有更多的关注者啊，这种啊，因为这个而去做选题，而去做节目，和单纯的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永远会在这个之间做平衡啊，不会，不管频道做的再大啊，我觉得我永远不会说只是去做一些，比如说热搜的话题或者是热点的话题，这个热点也会做，但是我频道的初心啊，应该永远也是为了展现自我啊，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经历为最主要的目的。因为之前做过这个
科技行业、手机这个行业，所以大批量的视频是从手机这块开始的。早期的订阅用户应该也知道，在刚开频道的头2个月，基本上订阅数量是不涨的，但是我平均能保证一天发一个差不多这样的一个频率，不断的再去累积我的这个iPhone 的这个听书系列嘛。而且这个系列呢，我也一直在做，并没有间断。只不过最近呢，第一是大家的这个流量上来了还有一个是最近因为 WWDC 还有 Apple Vision Pro 的发布，这个都在我本行这个范围内，在这个目标范围之内，射程范围之内，所以最近其实还有蛮多东西要聊的我自己脑袋里面想到要聊的东西，其实现在是没时间录，因为我现在是全职在家里负责家务和带孩子。其实有过我类似经历的，应该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说一天我拿个2-3个小时来录视频，其实很难很难就现在我在录视频的同时，旁边还要看着孩子就在旁边，我反复嘱咐他不要出镜不要发出声音，他一旦发出声音，我必须暂停，甚至重新录那所以以后这个走向视频的内容的走向也会我们之间一同去磨合。我非常在最近2个礼拜吧让我非常开心且非常感动的一点是收到了大家对我来说其实已经蛮多的这个留言和评论。那我也发帖了我说回到了在 Apple 入职之前逛论坛的那种感觉。因为入职 Apple 成为 Apple 的员工之后，你是不可以去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发布任何和 Apple 的业务相关的一些话题的。那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又是90%跟 Apple 的业务重合，那否则也不太会说当年选择了 Apple 工作嘛，所以就一直静默那现在离开了，那我也终于可以去释放一下自己的这些多年来的沉浸的这些东西。当时逛论坛的时候，其实我的帖子我记得不错的话，浏览量也是几百万吧，就是300-500万这个样子但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论坛还能不能打开我都不确定了。那现在开始做，其实看到大家的回复跟留言，我是非常开心的。我不能够保证每一条都回复，在订阅量小的时候其实可以的。截止至目前为止，我99%的留言都是回复的，有一些家人的我就没回，但是来自于观众们的这个99%我是回复的。但是以后我不能承诺这件事情，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在我看来非常的开心也非常享受，乐在其中。那这就造就了这个节目会有一些我自己从内心萌生出来的选题也有一些呢是通过跟大家互动产生的选题，比如说这个二手海外 iPhone 的购买经验分享，这个其实大概率上就是跟大家互动产生的结果，就是你让我自己想，我还真没想到。那我自己想的选题呢，往往比较冷门但是我觉得也要做冷门也要做，那就慢慢排吧就是看这个状况。最近尝试了一次按稿子来在我这个录本期节目的前几个小时也有朋友在下面某一期视频下面留言说太啰嗦了前面太啰嗦了，是录制的视频有点长。这个我是绝对知道的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完全采纳，能不能改得了我不能保证其实这个我在看到这个留言之前，我也想到了甚至也尝试过改进。我录过一期节目就是按稿子的，但是呢，我不打算把它放出来了。如果各位能够看到这儿，那我就给你们放一个福利吧我把这一期按稿子读的视频放在这个
我老是分不清方向右上角这里你通过链接进去，你可以点一下但是我这个视频就不公开了，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满意。不是说照稿子念不好我觉得如果要想让我这个视频的节奏快一点，内容多一点，废话少一点，其实是应该按稿子念的。我不满意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对象感，就是我按稿子念的时候，我的对象感让我不满意就是那一看就是一个念稿子的机器人的感觉。那个视频只有4分钟，那是我觉得那是没有废话应该是基本没有废话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这个偏离了我频道的初衷。但是其实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我是可以做到每一个视频既按稿子念，又保证不要有太多的废话，还能让它有对象感，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做到的。但是那个就必须让每一期视频的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进行练习和磨合，然后去背稿子，然后可能还要加上很多的后期。那我觉得这个呢，目前并不是我做这个频道的想要的样子，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这个赚不赚钱两说，但是我目前针对这个频道的想法还是我不能把家庭抛弃不要因为如果我这样的话，我的家就散了。我一定是照顾好家庭跟孩子之后利用一些时间，因为孩子还很小嘛，我2个孩子，还有小的那个非常小，属于那种24小时不能离开人的那种，所以其实我即便愿意也没有时间。那如果因为这个就先不做视频的话，可能大家见到我的所有这些节目都要等到2-3年以后了，那个时候怎么样也就不知道了。所以之后的视频我应该还是会直接一镜到底脱稿讲。但是我这些问题我一定会注意但能不能改我不承诺，这个是这一方面跟大家想谈一谈我心里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还是非常感谢这位提建议的观众就是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在点儿只不过现在我很难向您的那个高标准去看齐，是吧？就是你看人家那个大型的 YouTuber 或者是那种比较大的做的比较好的，能够不但有收入，还能不但养活自己，还能养活一个公司的，咱们没法跟他比但是可能你正是看完了那种制作精良的视频之后才推荐到我这里来，然后你肯定会有一个落差但是希望我视频能做得好的这个心我是领了非常感谢感谢各位。当然还有一些评论当我的订阅上了100多以后呢也有一些我就不跟大家客套，实话实说，我看了之后，目前有一个吧，我看到了之后心里不是一下子那么舒服的。虽然我有预期，就是你要出来做视频，要去表达，就一定会被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奇葩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综艺节目。我还是蛮佩服当时马东在奇葩说里面说的那一句话，他说这个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那我也一直遵循着这一点。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的刺耳的批判都是被误解了，不是这个意思在我这个留言评论的下方呢，我的原则是只要你不骂人不说脏字，我是一定会留着我不会删你的评论，但是我肯定不确定会回复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不太敢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些视频网站和媒体去开节目的原因。姑且不说你会遇到一些网络上叫喷子吧我不是说给我留言的那位是喷子不是这意思但是我还是挺怕的实话实说，我还是挺怕的，虽然有心理准备，还是挺怕的。所以在 YouTube 上会相对来说好一点您能肉身出来或者是在国内翻墙出来去看我这个节目，那我觉得翻墙本身就是一道门槛
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会更顺畅、更方便一些。很显而易见的，就您看我之前发布的那些讲 iPhone 的节目，如果在国内的平台发，我预测会有蛮多的人在下面问为啥不用华为啊？你为啥不用华为？就是为啥不用国产等等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意义嘛。就是我不是说华为不好，而是说咱不懂呀。我是在 Apple Store 工作，不是在华为 Store 工作嘛。所以说其实。还是未来会看向一些，一方面是积极正面的评论啊，我会积极的去互动。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请一部分的观众或者订阅者放心啊，一些这个小众的节目我自己想做的节目，我也一定会坚持做下去啊。比如说我们的iPhone 听书系列，现在做到 EP60 了啊 ，EP60 应该明天会跟大家见面讲电话 App，我会一直把它做完，并且之后我一定会做辅助功能，一定会做 Mac 相关的东西，一定会做的是关于这个 Apple Watch 和健康小米，这是一定会做的。所以我现在其实排期挺满的。这个排期不是来源于任何外部的东西，而就是多年来自己一直想分享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承蒙各位啊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哪怕您不订阅，就是点开我这个视频能看上一段，我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因为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表达者，能够有人愿意听啊，这个本身对于表达者就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啊。不管听完之后你的建议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讲都是无比宝贵的财富。除了你骂娘这个不好意思我直接删啊，那除此之外我都是非常非常珍惜各位的每一分钟的观看每一个留言以及任何跟我的互动，好吧？那我今天的这个100加的订阅大感谢啰里吧嗦的说了这么多，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这种没啥主题瞎啰嗦的部分，这个就符合我频道的这个调性啊。我一直觉得我频道里面所有的节目都是本质上它是一个陪伴节目，你可千万别觉得我在给大家讲课或者说是分享知识，不敢啊，我分享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已，大部分都是错的真正对的东西呢，在各位观众下面的留言里头。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咱们这个频道的价值啊。好，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下期再见。